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我是 Ace。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周日。本期的美股复盘加推演节目和往常一样，首先会和大家分享屏幕前的我的持仓全景图、最新的持仓情况，我有多少现金等等这些细节。然后呢，也会和大家再次解释一下，对于 Nebius 上次做了他的2026年二季度财报分析之后，引起很多争议，我的最新的看法以及一些额外的一些阐述吧，好吧，作为最后的阐述，以后呢就不再做过多论述，只是告诉大家我的纯操作而已。除此之外，还会和大家过一下我的一些重点股票，比如说 RKLB、SpaceX 等等他们的技术图形。我在本周也是分享了很多的观点给我的会员朋友们。那么说到会员呢，我在本周初吧，申请开通了 X 平台上的这个 subscription。有了这个 subscription，意味着这是我一个新的会员平台。目前 Ace 在 Patreon 有一个会员平台，这是我的主要会员平台。通过加入 Patreon，可以进入 Patreon 内部的聊天群，或者进入 Discord，对应不同级别。然后还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哔哩哔哩 B 站，通过加入 B 站可以加入我的微信，当然也可以就是只是观看会员视频而不加入微信，都可以有不同的级别选择啊，比较灵活。然后 Twitter X 呢就是一个 subscription， 非常简单。这个 subscription 我设的价格是和 Patreon 最高级别价格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 subscription 里面，我给大家非常多的 attention 给这些 subscriber， 我的付费会员每周会进行 space 聊天，有自己的在 X 的一个群，而且我现在大部分的 X 的帖子都是只开放给 subscriber 付费会员去评论，所以你们的评论我都看得到，好吧？那么你只需要选择 Patreon、哔哩哔哩、Twitter、X 其中一个去加入就行了，不需要重复加入，不需要浪费大家的钱。如果大家都不想加入也没关系，可以在 X 平台免费订阅我，会发一些公开的帖子，可以在 YouTube 观看我所有的视频，都是免费的。那么现在会员视频呢，我只会放在 Patreon 以及哔哩哔哩面向充电会员的这种观看权限，所以所有的会员视频不会再放在 YouTube 了。好，感谢所有人的支持，特别是愿意为 Ace 付费的会员朋友们，感谢你们的陪伴。然后我们就继续来看我的持仓全景图。目前 Ace 的 Year to Date 全年截止到今天的收益是60%加。请注意啊，这个持仓全景图我并没有说无时无刻去更新的，所以呢，这个收益只是一个范围。待会儿我也会聊到收益，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比较频繁的发布收益以来，可能引起了一些疑问。大家对 IBKR 盈透证券的收益有疑问，我就进行了一番学习，待会儿会向大家解释一下，也是为那些不明白的朋友做一些科普。然后呢，现金有15%比较多了，因为最近一直在有慢慢的止盈，期权负1%，所以呢，整个仓位100%，我觉得目前是非常安全的，好吧？来看下方具体的仓位 ，RKLB 48%，这是目前太空板块唯一一只股票，为什么？因为我将 SpaceX 从太空板块。把它转移到了 AI 板块，也就是在我自己的持仓表格中，我将 SpaceX 纳入为了 AI 基建，而不是太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持仓压力小了一点，因为 SpaceX 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了一家太空公司了，对吧？抱歉，已经成为了一家 AI 公司了，而不是一家纯的商业太空公司。哎，那有朋友就问，为什么下方的 AI 基建才27%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除了有29%的 SpaceX，有6.7%的 ASMI，我还有8.7%的做空 Nebius，那么加起来就是27%，对吧？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就提前说一下 Nebius 啊，其实我去做空 Nebius 的一个小部分原因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 Nebius 和 SpaceX 他们都属于这个整个 AI 基建、整个算力租赁提供方的这么一个板块，那么如果去做空 Nebius，可以相对冲一下我的 SpaceX，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啊，但不是最重要或者主要的原因，但是确实是其中一个我的考量，好吧？所以这里 AI 基建加起来27%，主要是因为我有8.7%的 Nebius 的空头寸。本周的操作有哪些呢？主要就是以下几点吧。会员朋友们可以通过现有会员点击查看我的成本股数，这里输入我的密码就可以了啊。输入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细节。在这里呢，因为是公开的视频，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一些大概。比如说呢，我稍微慢了一点 ASMI，
现在只有6.7%的仓位了。阿斯麦的股价从1600多、1700多到1800、1850，我在1800、1850的时候都稍稍的止盈了一些啊，还是那3个字，不贪心。如果之后它又回到什么1600多，我会毫不犹豫的再买回来。而 RKOB 和 SpaceX，具体整个1周下来，我的仓位变化有点不记得了，但是至少在周4、周5，我2个都进行了加仓。那么 SpaceX 的加仓会在待会儿和大家分享 ，RKOB 也是一样，我会分别分析他们的技术图形的时候和大家分享。Strategy 呢，我在8月进行了2次定投，所以在本周呢，我进行了1次8月的追加定投。我觉得100以下的股价，我愿意去在有资金的情况下去追加定投吧。什么叫有资金？就是因为现金比较多了嘛，15%的现金了，所以现金没有那么吃紧的情况下，我进行了追加定投，目前是4.3%的仓位。当然，我的 strategy 一直都处于浮亏状态啊，我目前成本是150多吧，那现在价格是100左右，所以离回本还是有一些距离，我会耐心的等待。从我的期权持仓方面，大家看到了啊 ，AXTI 卖出看跌期权 ，SpaceX 有卖出看跌以及看涨期权，这里应该是写错了，对，这里其中一个是看涨期权，而不是2个卖出看跌。稍后我会再去更新一下网站。目前所有的这3个期权都是处于盈利的状态，而我在早前做的特斯拉的卖出看跌期权，其实也已经盈利了。那我在本周进行了止盈，好吧？目前呢，这就是我总体的情况。看了这个持仓情况，就和大家聊一下和这个持仓相关的收益。那么这2张图大家去看是不是几乎差不多，对吧？那么其实它就是我在 IBKR 盈透证券去看的2套投资组合收益评价方法的我的2026年1月1号到今天最新的收益情况啊。左边是说实话我都不记得了，因为这2个图几乎一样啊。那么左边应该是时间加权收益，右边应该是这个价值加权收益，对吧？所以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价值，它们都是加权，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抱歉，是资金加权，时间加权回报。那么时间加权回报说的是排除了资金进出的时机，也就是你的出金入金的时机啊，它是把这个资金的进出变化做了一个中性化处理。那么它适合什么呢？适合评估经理人策略与基准对比。你比如说 QQQ、纳斯达克，对吧？为什么会有时间加权？就是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基金经理，你控制不了你的这些客户他们出金入金的时间，对吧？那用时间加权就能更加客观的评价你的回报。而资金加权呢，是包含资金进出的时机的，所以呢，它是告诉你实际赚了多少钱。所以呢，就有一些网友评论吧，说，你需要去看你的资金加权回报，而不是时间加权回报。为什么我对这个不敏感？是因为我本身又不是做基金经理，我跟大家公布的账户，向会员朋友们完全透露的账户，其实从第一天以来从来没有出金过，从来没有从里面取过钱，一直都在入金，而今年入金的频率就1次，所以对于我来说，回到刚刚这张对比图，我几乎看不出来差别，对吧？那么这条蓝色线是我自己的收益，然后呢，黄色线是 QQQ 的收益，然后这个绿色线是标普500的收益。对，就这样，所以之前尽管分享的默认 IBKR 系统是时间加权回报，但 it doesn't matter， 没有影响啊。然后右边我就发现，其实 IBKR 给你的投资回报分析还是挺全的，基本上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了。如果你不懂的话，去看你的这个投资组合分析，里面包括你从历史上到今天一共有多少入金，就是你的总成本、你的年化收益。比如说这里我就点了这个年化收益，就看到原来我开户至今，也就是可以看到这里部分截图不全啊。2024年7月29号到2026年8月15号，刚刚2年多一点啊。年化收益我自己是下面这一行88%，然后标普500是18.191%，纳斯达克是25.61%，所以我觉得对我很满意，对88%，我还要求什么？没有任何要求了。如果你和我一样之前对 IBKR 这个回报的2种概念不熟悉，那么经过我现在的分享，你应该就了解了，你也知道如何去看自己的年化收益。请看啊，这上面我选的是
资金加权回报，我没有选右边这个时间加权回报。但就算我选时间加权回报，就和我告诉大家的一样，没有太多差别。OK， 接下来我们进入图形阶段先来看 RKOB 有个很意思的现象，可以看到1年筹码峰48，半年筹码峰70，所以我就说70很重要。那么首先呢，在过去2周，它自从股价站上红色20日均线以来，它都没有跌破70了啊，这是很好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把图形放大一点啊，我把这个拉高一点，大家就看到了。第二点，80这条线，黑色这条虚线，过去1、2、3、4、5、6，至少是本周所有交易日吧，过去5天，它都有在盘中跌破80，但是呢，它的收盘全部都是在80上方，而且就在80上方一点点，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么样，哪怕是周一，你看周一下跌了 3.37%， 周一是哪天？就财报那一天嘛，对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它下跌了 3.37%， 哦，财报前一天下跌了 3.37%， 那么它收盘还是在 80.04%， 所以我就觉得80这条线蛮有意思的，虽然半年的筹码峰是70，但是不跌破80更加说明它很强势，而且红色20日均线看到没？沿着70线形成一个切线，拐头向上。所以现在压制股价的是从80到黄色60日均线，这是我的理解啊。可以看到60日均线周一的时候触碰到了，在这个点，然后呢再也没有超过。所以接下来我们期待看到的是它超过黄色60日均线，目前是几乎一个平行的状态。黄色60日均线的价格约是 86.7 啊，我们看什么时候 RKB 的股价能够超过 86.7。 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我的这个 TradingView 的筹码峰，这就是RKB 的筹码峰。那么如果是第一次看这张图的朋友，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图我在会员社群分享过很多次，有的时候大家会问我，我也会跟大家截图这个我在 TradingView 付费去看的筹码峰，比如说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股票，我对于会员朋友们都会有应必答。它有4个时间阶段，15分钟、1小时、日 K 还有周 K， 相当于是从短的周期顺时针到最长的周期。右上角就是日 K 线啊，我们来看右上角，其实这个位置我的十字鼠标 logo 这个位置80，它是70筹码峰上边最显眼突出的一个次级的筹码峰。所以80这个位置很重要，70非常重要，80这个位置是往上也很重要的一个点。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根据这个指标，我们看到目前它的日 K 级别，它的颜色K 线图已经出现了趋势的好转。所以我觉得目前从我自己非常简单的这个交易体系技术去分析来看，我是比较乐观的啊。然后回到基本面不用说了嘛，就是应该如果大家有追踪我的 X， 看到了我的观点，为什么我要在周4、周580左右的价格去加仓呢？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是想做减仓的，但是基于技术图形，我觉得比较乐观了。再基于我认为中子火箭它在2季度财报明确宣布，不是我的今年年内首发，不是我的目标了，我的目标是 on pad 之后，我觉得反而就是利空 price in 了。所以接下来一旦有好的消息，我觉得会被视为利好。而接下来会有好的消息吗？我觉得会，至少在3季度财报之前。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从今天到3季度财报前，为了要达到4季度中子安排，肯定会陆续宣布一些关键部件的 qualification。那么2季度财报前后，我等了很久，3个月没有实质进展，很失望，这也是股价持续下跌的原因之一吧，可以这么说，对吧？那现在呢？现在不一样，最近 RKOB 的官方 X 平台已经陆续发布了一些照片，虽然不是什么引擎 qualification 河马嘴怎么样的这些重大进展，但是我觉得之后会有进展。那么每一个这种关于中子的进展，就是股价的可能潜在催化剂。所以我愿意把接下来这段时间2、3个月3季度财报之前称为甜蜜期。有的人说是无聊期，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就他们觉得无聊是因为中子又还没发，股价就很无聊，但是我觉得是偏
无聊偏好，这是我的观点，所以我把它称为甜蜜期啊。现在的股价80，希望能往上走，走到像刚刚我说的站上黄色的这个60日均线，然后呢黄色线也拐头，就是更好的。现在只有红色20日均线拐头。那如果实实在在跌破80，就是要注意了。如果实实在在又跌破70，那就是很悲观了啊！希望不要有这样的事件发生。然后看完 RKLB，再看一下 SpaceX。SpaceX 这里我也是画了几条线啊，先跟大家说一下 IPO 价格135，IPO 开盘价150，上方的筹码峰160啊。筹码峰我也带大家看一下，然后这边我点 SpaceX， 它需要反应个几秒钟啊，拿到了。SpaceX 上市的时间很短嘛，所以它这个图我放大，它也筹码峰也不会变。请注意啊，筹码峰是某个具体时段的筹码峰，所以如果你的所选的 X 轴的这个交易区间变了，筹码峰会变啊。但是这里因为我再怎么扩大它，都还没有到最左边，所以没变。可以看到筹码峰在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呢，因为 SpaceX 股价在大约110左右筑底了嘛，所以整个图形的筹码峰是在110啊。然后上方呢，筹码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峰值，那就是我看这里大概是157、158的样子。那中间呢也有一个不太明显吧，因为交易量非常少的一个凸起，大概是133。所以它对应了几个位置呢？110筑底的位置，135左右 IPO 的位置，还有就是158左右，好吧？了解了这几个数字回来。这几个数字对应的就是 IPO 价格、IPO 开盘价，还有最上方的筹码峰158、160。那这几个位置很重要啊，大家如果投资 SpaceX 要记住。基于这些，再基于最近 SpaceX 在二季度财报之后我的整体的分析，那么我就告诉大家，可以看到周三股价打到了150。出现了一根上影线，而这根上影线是周三之前1、2、3、4天之后出现的唯一一根上影线。上次出现上影线是什么时候呢？是在8月5号星期三，也就是发布财报之后，在那之后就没有上影线了，全是光头光脚的，大部分是阳线啊，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价格，当时周三我就告诉会员朋友们，135到150，大家可能要注意。如果突破不了150，那么它会向下，可能要去找135。那果然，周五的时候盘中开盘吧，不久，应该是我还没睡觉之前，它就到了135点几。所以呢，我在135点几进行了加仓。其实加仓之前，我是在应该是145左右，具体我不太记得了，140以上进行了减仓，所以相当于一减一加，做了一个很小的1周以内的一个波段。那么为什么去135加仓？就是我告诉大家，135到150，如果150突破不了，它的价格趋向135，我会加仓。那当然不是说它不会跌破135啊，这种加仓方法，它有可能还会跌破，跌破之后就要等待了，等待什么呢？看能不能以现在已经拐头的红色20日均线为依托。你比如说它慢慢下来走，不幸跌破135，跌，大概5、6个交易日左右，红色的20日均线还是会慢慢往上走，对吧？因为它有一个延迟之后，可能大概在130的位置，128到130的位置，他们进行一个接触，看能不能支撑住，好吧？这是技术图形，从基本面来看，我很乐观啊。我也告诉大家，如果你没有仓位，你一直忍到现在还没买，可能你到105的时候，你觉得还会跌到80，所以你没买。然后呢，现在涨上来你也不敢买。假设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只要 IPO 135以下的价格，你都可以考虑，好吧？现在我不确定能不能跌破了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预测。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跌破135，我会怎么做？刚刚已经说了嘛，就是看它会不会去以接下来几个交易日之后和20日红色这条线交叉的位置，可能大概130的位置去做一个支撑，去做一个抵抗。行，说完了 RKLB 和 SpaceX， 接下来说一下 Nebius。那么 Nebius 呢，我是去做空了，然后呢，我是在155的价格建立了第一个空仓，255，抱歉，大概是这个位置吧，对，255建立了第一个空仓，然后呢，我在270以及最高点大概276的位置进行了小幅度的空仓加仓，所以现在加到
来就是差不多在视频开头分享的8%的空仓的仓位。有的人就说，诶，从技术图形来看，似乎空仓这个操作不好。对，我觉得做空有很多原因吧。我不是纯看技术图形去做空，首先这是我想要强调的。如果纯看技术图形，我大概率不会去做空，因为我现在也看得出来嘛，它有可能要去冲击300的高点。那么我在做空的时候告诉会员，我的止损可能会设在300。那么到目前来看呢，我的容忍度可能要再高一点点，可能等它真正冲破这个前高，我会看它有没有可能以前高为阻力再下来。那么如果它下来的话，假设我在前高再去加一次仓，你比如说300左右，它跌下来，那么我很容易就回本，对吧？这是从纯技术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的想法。那从基本面呢？基本面 Nebius 这家公司我一直都有追踪，其实很多公司我分析完之后就没有再去追踪财报了，但是 Nebius 我一直有追踪。最近想追踪的原因就是因为 SpaceX 和它有产生了一些关联，他们都是做算力的这种租赁，所以呢，了解对手知己知彼，对吧？更好，所以呢，我对 Nebius 和 CoreWeave 又有了新的motivation 去了解。我不觉得 Nebius 是一家很差劲的公司我首先要强调。所以如果你是看多 Nebius，希望你知道我的观点。但是我对于 Nebius 它管理层提供的透明度不满意，因为透明度不满意，我对它管理层长期的信用有那么一些个人的怀疑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放一下财报里面我从他们的 YouTube 截的一些视频，放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Yes, we still we still expect to meet this guidance from 800 megawatts to 1 gigawatt of connected power this year, and also there was a part about the Vineland included in 2027. No, the Vineland is the part of 2026 capacity and connected power. What I wanted to say is that connected power represents the data centers, and there are a few steps coming from the data centers to the revenues. You have to commission the data center, build the network, build the clusters, deploy the platform, then onboarding the customers, and then the revenue generation starts. So that takes a few months, and depending also on the generation change of the GPUs probably. And so there's a gap between the connected power and the revenues coming. And in terms of our guidance from 800 to 1 gigawatt, yes, that's more or less, that's true about the connected, but I would think that about being active throughout the first half of 2027. 大家听到的这段话就是在电话会议上有分析师问Nebius 的管理层，哎，你们的算力 KPI 还是如之前说的800兆瓦到1吉瓦年底的这个目标吗？那么管理层就说是的，但是怎么样，对吧？那么他说的但是这部分就是说，就是很绕。为什么绕呢？就是因为 Nebius 他们把自己的算力分为3个 category， 3个类型。第一个是 contracted power 合同电力，第二个是 connected power 预部署算力，第三个是 active power 实际部署电力，好吧？那么 Nebius 呢，它通常只给出 connective power 预部署电力这个 KPI。根据去年我去研究它的 SEC 文件，因为这些定义你的 SEC 文件必须要给出来的，那么我就看到什么是 connective power 呢？预部署电力就是已经拥有电、土、厂房、冷却和储能，但不一定有 GPU， 不一定有这些网络互联的一个状态。你刚刚也听到了，这位高管他说了 GPU 的换代，他说了 cluster 的准备，他也说了互联，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我的电好了，我的土地好了，我的厂房好了，我的冷却系统好了，我的储能好了，但是这个数据中心它没有办法去产生 revenue， 因为它还没有完全 ready。我要强调的是，这通常不是数据中心的标准术语，不管是 CoreWeave、SpaceX 还是其他很多公司，其实都没有这个模棱两可的 KPI。
我自己喜不喜欢这个 Connective Power 的 KPI 呢？我当然不喜欢。他们刚刚高管的回答就是说，我们的预部署电力 Connective Power 这个 KPI，我们公司告诉你们的 KPI 还是一样的800兆瓦到1吉瓦的目标，但是他们变成 Active Power， 请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啊，因为目前已经有少部分的 Active Power 了。你比如说200兆瓦、300兆瓦，我不知道，对吧？那么这些以外的 margin， 你比如说800到1000兆瓦除以目前已经 active 的200到300兆瓦，剩下的可能400到500兆瓦，这些要到明年上半年才慢慢的变成 active power。所以呢，我就说从技术角度去讲 ，technically speaking， 公司没有降低今年的 KPI， 但是你也要和别人对比啊。CoreWeave 在2季度是 beat and raise。首先，它的财报是 beat revenue， 和 Nebius 一样，而且它是 raise 了今年能够上线的算力。请注意啊，我刚刚说了，不管是 CoreWeave 还是 SpaceX， 他们没有预部署电力这个 KPI， 他们只有我部署了多少，实际部署的，对吧？所以我在2季度财报分析视频就是在说这个概念啊。然后我觉得 Nebius 使用他们现在 Connective Power 这个 KPI， 在我看来，我说的很直接，就是鸡贼。你们要知道，所有的上市公司，他们不能撒谎的。你有多少电力，你有多少算力，你有多少对应的 GPU 是需要 auditing 的，这个 auditing 需要外部的机构来做的。但是它通过不同的定义区分，就稍微耍了一点小把戏，对吧？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 Connective Power， 你 auditing 也只是按照我的 Connective Power 这个定义来做 auditing， 哪怕你的厂房水火电什么都好了，那你 GPU 没到不能上 revenue， 你也按照 auditing 的定义，因为你 auditing 是按照我公司给的定义嘛，去 audit， 对吗？那你也属于 Connective Power。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2季度他们财报分析说过，那他也不告诉你 Connective Power 2季度是多少啊？1季度、2季度、3季度他都不告诉你啊，他就年底告诉你。那年底肯定嘛，就告诉你啊，我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我们的 Connective Power 现在是800瓦、850瓦、900瓦、950瓦，甚至 1.05 吉瓦，完全超出预期。然后股价又一通大涨，所以你们去细品啊。我没有说 Nebius 是一家很差的公司，它为屏幕前的很多朋友带来了很多的回报，非常开心。它也为我带来了回报。我在 Nebius 身上赚的钱，大部分是看多赚的，那么有小几千块是上次去做空赚的。目前在 Nebius 身上没有一次亏过钱，所以我目前在 Nebius 身上赚了82000美元。今天刚刚和大家才分享。虽然不多，但是是我已经没有持仓的这些公司里面排名前3的，对吧？我还是很开心了。那么接下来呢，我的空单还是会继续持有，我会结合技术图形和我对基本面的了解去做进一步和会员朋友们的分享。那么这个视频的关于 Nebius 本身的财报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不想再和大家争论了，好吧？你可能觉得 Nebius 是一家好公司，但是我觉得在我这里来讲，它的透明度有问题，因为它的透明度有问题，所以我不可能去看多。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最后想告诉大家，我目前对于整个市场还是比较乐观的，对于我自己的持仓，我觉得也是比较健康的。那么最近呢，都是在享受生活，同时享受投资。大家请记住一句话：投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希望屏幕前所有的你们，在看视频的你们，都能够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都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